舒压小屋就是我们家的3只猫咪。当我去吸它们的时候，我就觉得很舒压，诉苦啊，我讲说，为什么呢？它就是这么讨厌啊，为什么事情没有办法如我所愿啊？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宝，欢迎来到宇宙闺蜜。如果你是新朋友，在这个频道我们会介绍我们自己灵性探索的旅程，丰富的身心灵知识，还有各式各样的灵性工具。同时，我们也有开立会员频道，欢迎加入我们，观看每个月的会员直播以及更多惊喜的影片。今天呢，我们有一个题目要带跟大家分享。主要是我们家的剪辑师呢，炫呢，他有一个题目想要来问我跟芬多奇，关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为自己减轻压力。因为压力啊、焦虑啊这些东西，常常是我们每天都在面对的情绪跟状况。那今天呢，就由他来出招，我们来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压力通常会是呈现在好比一件事情或一个目标，我必须要去达到，我要去控制它的结果是我所想的。而当我害怕我无法控制的时候，压力就会产生。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我们常常都是很目标导向的去活着。我们小时候在求学阶段就会觉得，我的压力可能是来自于我要考上好的学校。那毕业之后就是我要找到好的工作，然后要好的薪水，然后要可以有很多社会各个方面的期待要去满足。可是当此刻的我没有去真正满足到那些我想要做的事情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此刻的我跟理想中的我有一个差距，而那个差距就会让我们自己从内在有个分裂，那个分裂就产生了压力，所以就一直在往下去探讨。然后压力这件事情它就不是重点了。甚至我有时候就是无法接受某些状况，那我也去接受，我就是不能接受。因为我相信身体跟心理状态其实是一体的，所以我有时候会先借由从身体的舒展、舒压开始来去带动内在的舒压，泡泡热水澡啊，或者是甚至做瑜伽啊、伸展啊，然后我有的时候甚至会去跑步，或者是去做重训。因为那个压力很多时候是某一种我们很在意什么事情，所以就很不准嘛，一个结。当我们身体去动开的时候，内在的那个结它也会有开始松动的感觉，而那个松动的感觉，你就会开始不再那么固着的只用某一个观点去看待那件事情。所以有时候你动一动以后，就会突然间觉得，前件事好像也没有我想的那么严重嘛。再来还是会让自己有时候是进入到比较静心冥想的状态。假设这是一个，例如说我跟某人的事情让我感觉不舒服。就在那个静心里面，然后我去带入，从我的视角看他，然后我想要对这个人讲的噼里啪啦把它讲完，然后接着呢，我会把我带入那个人的视角，有什么心声想要告诉我，他的状态是什么。当我愿意做这样子的自他交换的时候，很多的观点就会不一样，我就不再纠结在原来的那个压力的感受里面了。而通常这样的静心蛮多情绪的，而且是很活跃的。它不太是只是静静的坐在那边，然后我终于想通了，不是，它可能是然后就觉得我终于懂了，对。然后在那一刻会有很被释放的感受。舒压小屋就是我们家的3只猫咪。当我去吸它们的时候，我就觉得很舒压。诉苦啊，我讲说，为什么呢？他就是这么讨厌啊，为什么事情没有办法如我所愿啊？当全部都讲完了以后，在某一个 moment， 我会突然间跳回来，就是我刚刚讲话都好好笑，我到底在干嘛？然后那个时候反而就从那个情绪的漩涡里面可以跳出来。动物它们常常都是活在当下的，它们其实不会去想很多未来的事情，也不会去想过去的事情，就自然而然也会让自己的状态很调频回到当下。嗨，大家好。其实大宝刚才已经讲了，因为我其实跟他也聊过很多这个问题了。但是压力就来自于你们想要成为一个自己没有的状态，而那个东西是现在你也不确定到底能不能够成为。而在这个未知当中，你要去掌控一个未知，可是你坦白说，你的头脑根本没有办法掌控未知，也没有办法掌控未来啊。所以你在要求你的头脑做一件超出他能力的事情，那这样子自然你的头脑就会感觉到很压力啊。因为
你们现在社会上面给了你们好多好多的规矩跟目标，然后呢，你们都会希望所有的人就很像一条一条的小鱼，然后都可以顺着这个洋流，很规矩、很有秩序又很安定的在这个洋流，在这个社会里面的游走。所以在这个状况下，你都会觉得啊，我人生应该要去到哪一个地方、哪一个领域，达到哪一个成就，那样子才是一个可以值得被大家赞扬的人生。其实很多人就已经默许也吸收了这样子的价值观，在这个价值观之下生活，每一天都在去找一个在外面的东西，想要去成为那一个外在的东西。所以你们很少把真正自己的注意力跟真正自己的坦然的接受放在当下。你们每一个当下在想的也都是我要怎么样去成为未来的那一个自己。所以你们常常在灵性的圈圈里面才会说啊，我想要成为最高版本的自己啊，我要活出我的最大的潜力啊，那个都是一个想要去做的目标。而在那个目标做的过程当中，一直想要去掌控，又害怕自己我会不会走错路，我会不会做错选择，就是在这些不知道未知，可是却又想要控制未知的状况之下，你们都把你们的大脑给操爆了。就是回到当下，好简单的。我也讲过好多次，因为这个问题也不止你问，好多人都来聊哦。我要怎么样子去放下一些心结？我要怎么样子去放下某一些执着？我要怎么样再不去执着于我一定要显化什么，我一定要拥有什么，我一定要成为谁？当你们不再去想着这件事情，而不断的把注意力回到当下的时候，那个丰盛自然会来。你每一个瞬间，你都好好的去面对那一个瞬间的自己。那如果你们真的又都相信每一个小我都是宇宙的一个部分，你也只是宇宙的一部分，那么随顺着宇宙的安排，宇宙本身是丰盛的，你自然就是丰盛的。我们常常在说，你要去跟随着你的直觉、你的内心的一个热情，或者是一个内在的指引，你有一个指南针在告诉你你要怎么做。很多人会把这个误以为是一个好大的热情，然后热情到我没有办法不做它，所以我才要去做。不，如果你能够回到此刻，这个此刻你一定会有一些指引。此刻的我觉得现在我要去喝一杯茶，此刻的我觉得我今天不能够再聊了，我要休息。当你们越来越能够去感知到你自己内在的状况，然后以及把这个状况愿意让你的头脑也去跟他一起调和，然后去接受，然后去表达，为自己去发声的时候，你会来到一个非常爱自己、非常接受自己，然后你不再去想未来，也会把很多压力都逐渐放下来的一个状况。我常常能够给大家都是一些从我的观点，然后来去告诉你一些从不同的视角，然后如何的来去看待此刻的自己。而当你只要转换了视角，转换了你思考的尺度的时候，其实你就不会在同一个系统里面打转，去看到了，其实我还有这个方法，而这个方法如果你做了有效，那我就觉得很棒很棒。这个很紧绷的事情啊，它是现在都持续在发生的吗？它可能是你的老板、你的同事交托给你的一个任务，或者是一个你给自己设定的目标，或者是你无法接受的某一种现状。此刻的你跟这个东西有那么紧密的连结吗？他现在确实揪着你的心吗？那个你害怕的老板，他现在就在你面前责骂你吗？他已经在上个瞬间了，那就让他过去了。那让他过去了以后，你就回到现在，然后回到现在去做你此刻想去做的事情。也许你此刻是想要去回应他，那你就去回应。如果你此刻觉得自己真的好累，需要休息，那你就休息。你其实还是拥有非常非常大的自由，去在每一个当下选择你要怎么去回应的。等一下直播可以来玩吗？还要玩什么？你要先跟我们聊时空跳跃。可以。好啊，谢谢芬多奇。好。也许我们可以真的回头看一下，我们到底为什么要去控制啊？我们就放下它吧。那个不可控，其实对此刻的我们来说，真的那么重要吗？会不会其实就算没有做到那些事情，我们还是可以过得很快乐啊？有时候都是自己给自己不断的在那个上面去添加很多层很沉重的负担，但其实并没有的。不断的去看自己，然后真的累了，你就把这些都丢下，你就休息吧。也许它不是一时半刻可以达到，但是当我们可以常常这样练习的时候，会发现真的有非常多的好处。谢谢你今天的观看，希望今天能够给你一些火花，不然我也不晓得啦。好啦，总之就是这样了，拜拜。